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撕破脸大动作，戳破王一博顶流困局，揭开行业深层老底。2025年夏日，内娱消停了没到3天，便被赵露思掀起了巨大波澜。她亲自参与其中，不打马赛克，不委婉含蓄，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一连串实名指责，将自己和经纪公司银河酷娱之间累积了大半年的矛盾完全公开，并非艺人发布那种含糊其辞的声明，保留感恩过往的情面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彻底决裂，毫不留情。他表示，在自己患病期间，公司强行划走了205万元的赔偿金，还凭借合同迫使他保持缄默，甚至私下让他的财务签署了含义模糊的账单，将原本属于他的工作室的资金全部转走，随后取消对他的关注并终止了合作。起初，众人觉得这不过是艺人跟公司闹解约这种常见戏码的又一次上演。然而，事态很快就出现了转折。由于赵露思引发的这股热潮，不仅让银河酷娱受到关注，还顺带揭开了行业内幕。特别是乐华娱乐还有他们旗下的头牌艺人王一博，并非赵露思有意针对某人，而是在他将头部艺人被公司榨取得一干二净的逻辑阐述清晰后，王一博所面临的顶流困境便难以再隐匿起来。一个人撑起一个公司，结果却像是寄人篱下。先说赵露思这边，在他所控诉的一系列行径中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他因病住院时，公司没有前来慰问，反倒来清算账目。公司并未考虑艺人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，而是盘算着如何让他不再发生，进而悄然夺取他工作室的实际控制权。留意，这并非小艺人，他是银河酷娱旗下独一无二的头牌。网络上有人爆料，公司超80%的营收都是他一人创造的。尽管这一数据无法完全确认，但看看银河酷娱旗下的艺人名单，能被大众熟知的仅有他一人。如此看来，这80%的估算并不算高。即便到了这种地步，他还是一提离开就会被舍弃，一提翻脸就会被打压。这并非他个人方面的问题，而是一类具有结构性特征的问题。换而言之，呈现出这样的状况，演艺人员借助自身的流量来维持公司的运营，然而公司却不给予演艺人员自主决策的权利。讲到这里，王一博也便顺理成章地被点到名了。王一博的反例火得要命，却连个独立工作室都没有。身为乐华娱乐的核心艺人，王一博并非仅仅是走红而已，他是能使整个公司股价随之波动的战略性资源。依照2025年乐华发布的财报来看，公司超过60%的收入都由他一人贡献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如此大规模的艺人，到现在都还没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工作室。无论是品牌活动、商务合作，还是影视资源，均需由乐华的中台进行安排，他实际上并无真正的话语权。别谈什么自主挑选剧本、剧组，就连发布一条动态、接受一次采访，或许都要汇报请求。外界有传言称，他所创立的 YIBO Official 实际上仅仅是个官方资讯发布平台，真正的实际操作权力仍掌握在公司手中。这就好比他自己扶持起一家公司，却还得听从这家公司的指令。和赵露思所处的状况有些相似，不过又存在一定差异。赵露思把事情挑明了，和公司闹掰了。王一博处于稳扎稳打的状态，公司并未表态，然而他的资源获取与自主发展空间早已被牢牢限制。赵露思事件爆出来的关键之处在于，原来即便是顶级流量明星，也有可能仅仅是公司用于盈利的工具。真顶流不如工具人，
公司才是最大的艺人。倘若讲赵露思面临的被架空状况是残酷无比的现实，那么王一博所遭遇的困局便是一边面带笑容的挣钱，一边心里明白却又无从选择的无奈之感。月华并非不了解他的商业价值，然而他们从未有过放权的打算，只想着让他持续为公司增光添彩。然而赵露思做出了反抗的选择，他或许要付出代价，像是资源的流失、合作的终止，甚至真的会遭遇所谓的行业冷处理。然而他的态度已然将一切都表明了，与其被公司置于死地，不如把事情挑明了说，瞧瞧究竟谁会先败下阵来。实际上，这背后也反映出当前整个娱乐行业对待人的态度。艺人走红之后，并非被视作合作的伙伴，而是被当成赚钱工具来对待。你辛苦挣钱，公司尽享丰厚利益；你生病不适，公司却追着索要债务。你若不顺从听话，公司马上断网删号，让你结束工作。赵露思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，并非是她的控诉多么详尽，而是众多艺人心中都有同样的想法。或许我不敢表达的内容，正是他所说的。杨幂的前路，赵露思的选择。在这个时候，杨幂以前发的一条微博再度被人翻了出来，内容是：要是有能耐就把我干掉，要是干不掉，那就等着我变得强大起来。当年瞧这句话，感觉特别中二，如今再看，俨然成了预言。当年他没有和唐人签约，而是选择自己创办工作室，勇敢抵制潜规则，一路走来磕磕绊绊。如今，他终于能够完全掌控自身资源的流向，在主演、制片、代言以及 IP 运营等方面全面发力，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，所有事务皆由他拍板定夺。艺人与公司之间最终能够达成的理想情形，便是如此携手合作，而非依赖依附。赵露思此次彻底决裂，恰似当年的杨幂，尽管眼下处境窘迫，但要是能熬过去，她便在人生中掌握了主动权。如今她挺身而出，并非仅仅是为了声讨，而是再度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。即便没有握有合同，没有资本助力，没有粉丝群体运作，她仅凭借一番话语、一封长文，便将整个舆论环境置于公众视野之下。短期内他或许会更加痛苦，但从长远角度考量，这场战斗他打得相当值得。真正的反击，从来不是发疯，是变强。外人并不清楚王一博是否有过私的想法，不过他目前还没这么做。然而他应当明白，倘若有朝一日他的商业价值被削弱，公司是否会如同对待赵露思那般，直接将其弃之不顾？今日赵露思所讲述的是她自身的经历，然而明日或许就会成为其他艺人的前车之鉴。于该行业而言，合约不过是表象，真正掌控命运的实则是权力结构。期望赵露思能够顺利度过难关，让这场官司成为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同样祝愿其他和他类似的艺人能够尽早掌握属于自己的工作主导权，并非依赖公司而走红，而是凭借自身实力过硬。